并教婆婆故意摔断腿，想要搬进婚房跟我同住。我不同意，未婚夫擅自将婆婆带回了家，逼我就范。我直接掀了桌子，这婚我不结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陈雪29岁，自己有一套按揭房，事业稳定，时间自由。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1岁的男友肖海龙。他收入不高，但是公务员，旱涝保收，家境也不错，父母双保齐全。条件上，陈雪基本满意，也就答应接触试试看。这天，陈雪加班很晚，回到家时，发现一个短发、穿着灰色大衣的男人抱着一个保温杯，哆哆嗦嗦地站在楼下。他走近一看，不禁心头一暖，是肖海龙。还没吃饭吧？这是我特地煲的一锅鸽子汤，给你尝尝。深秋的晚风很冷，他说话时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外面冷，拿回家吃吧。陈雪笑着往前走，肖海龙先是一愣，随后反应了过来。哎，好嘞！说话间，激动的鼻涕都流了出来。那晚他憨厚又笨拙的模样，便算印在了陈雪的心里。两人感情升温，也很快确定了关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双方父母也早急不可耐了。不过喜欢归喜欢，陈雪对于婚姻还是很谨慎的，遵循不闪婚、不下嫁、不将就这3不原则。丑话自然就说在了前头。年底前可以先订婚，结婚至少得相处1年，可以1年内我有缺点你可以指出来，我觉得对就会改。你也是一样，可以。婚后我不太想跟公婆住在一起，可以。彩礼我们家虽然收了，但这期间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让我觉得有没法适应的矛盾，我会立刻离开，我也不会占你们家的便宜，彩礼会如数退还，可以。陈雪一应要求，肖海龙全盘答应，事情暂时也就这么定了下来。年底，陈雪便应了男方家乡的习俗，去他家过个新年，顺便见一见未来公婆，认识男方这边的亲戚。公婆开门相迎，陈雪礼数周全，初次见面也是各自客套。第2天，公婆提议让陈雪做些家常菜，尝尝手艺。陈雪本也是农村家丫头，也不矫情，撸起袖子亲自下厨，做了一桌菜。饭菜上桌，公公先夹了根芹菜，皱眉咀嚼，淡淡的说了一句：“有点咸了。”陈雪连忙看向婆婆，婆婆正嚼着一块鱼肉，皱眉半晌，最后说道：“没怎么入味，有点腥了。”这边说完，立马一阵干哕。肖海龙大惊失色，连忙抽了2张纸巾递过去。陈雪手足无措，我妈对腥味过敏，一点点味道都会有反应。她这边说话，婆婆筷子一扔，嘴上说着周全的话，却让儿子搀着她回了屋。吃不了腥，还硬要吃鱼，这婆婆不是纯粹刁难人吗？陈雪忍不住在心里犯着嘀咕。公公也放下碗筷，小雪你慢慢吃，我去看看海龙他妈。说着也走了。陈雪看着桌子菜，这还怎么吃啊？想想公婆的态度，她也是直犯头疼。之后公婆便没有再让陈雪下厨了，但吃饭时总有意无意地提起谁家的新媳妇做的饭菜如何可口，婆婆如何喜欢，或者就是自己的儿子怎么好，以前多好的姑娘看上他都没理人家等等，字字句句都在踩陈雪，拉高他们的儿子。陈雪心里有气，但大过年的，自己还头一次登门，也不想闹得不愉快，便忍下了。晚上，陈雪坐在床上生闷气，肖海龙也是自觉理亏，
进来给未婚妻赔不是。陈雪的心这才好受了些。萧海龙，我告诉你啊，你那个妈呀，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厉害得很呢。陈雪不满地抱怨，我是独子，我妈看我是比较重，对未来媳妇也有点苛刻，但你这么优秀，我觉得你一定能搞得定的。陈雪连连摆手，你少来，这不是搞不搞得定问题，婆媳关系本就是千古难题。我是女人，我明白女人的心思，家里突然多了个女人跟她争儿子，换谁都会吃醋的。陈雪话是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对这个婆婆敬而远之的。海龙，我告诉你啊，咱俩结婚必须跟婆婆分开住，这样的气1年受1次就够了，天天受谁能受得了？这么做既是为她好，也是为我好，听到没？萧海龙碎发埋在陈雪的颈窝里，嗅着馨香，早昏了头，连声答应。房间里的小夫妻并不知道，两人的谈话被门外的公婆听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婆婆，一张脸阴沉沉的，几乎要滴沉水来。之后的日子倒是风平浪静，公婆自也是礼数周到，也没有刻意刁难陈雪，令得陈雪一度觉得这个年过得倒也不错。之后双方父母遵循了两人意见，定了婚期，约了彩礼。萧海龙也陪着陈雪拍了婚纱，订了婚宴，周边亲朋也各自打好了招呼，到日子都得回来。这男晚婚，女晚嫁，两方亲友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自然要好好庆贺的。眼瞅着日子将近，意外却发生了。这天，陈雪正在公司开会，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了她的办公室。婆婆下楼时不慎跌落，摔断了腿。陈雪听完心陡然一揪，急忙跟公司请了假。下楼坐进车里时，她眼皮没来由地跳了跳。老话说的，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她跳的是左眼，可她的心却没来由地躁动不安。到了医院时，萧海龙已经推着轮椅出来了，一脸愁苦。轮椅上，婆婆右腿打了石膏，靠着椅背，脸上苍白如纸，看样子路是走不了了。当天晚上，萧海龙便跟陈雪商量起了事情。老婆，我爸我妈年纪大了，我实在不放心他们住老小区，不如……陈雪坐在床上，打开笔记本专心工作。一听萧海龙的话，她便知道他怎么打算，当即打断：行啊，让婆婆住大房子，我们俩搬到他们老房子住也行。一句话彻底堵住了萧海龙的嘴，态度很明确，地方可以让，但住一起绝对不可能。萧海龙只好硬着头皮把话挑开说了：小雪，我们新房地方也大，就让一间给我爸妈他们先住着，等我妈腿好了再分开，不行吗？不行。陈雪关上了电脑。萧海龙，我们婚前说好的，我不想二人世界被打扰。婆婆腿上有伤，公公照顾她上下楼不方便，她可以搬到我那栋房子去住。我上班下班过去端屎端尿照顾她，我都没有怨言。而且我保证，我这个当媳妇的一定比你这个当儿子的做得更好，但就是不能让我跟他住一起，还让在新房给他单独腾出一间。好，我今天点头答应了。那下回婆婆就会说，房间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不如让我搬过去跟你们住。你让怎么拒绝？有些事情开了头就没法收尾，明白吗？萧海龙被对得一阵无语，最后也只闷闷地说道：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抵触我的父母呢？陈雪耳朵很尖，当即说道：这不是抵触，而是个人的习惯问题，合不来就没必要将就。我连我自己的父母，我都不愿意跟他们住一起。萧海龙看了陈雪一眼，
我今晚去我妈那边，随你。陈雪随后应着，心里却非常的失落，也觉得有些委屈。次日，陈雪下班回家，一脸愕然地看着坐在客厅里的婆婆。阿姨，你怎么来了？陈雪换了鞋，礼貌地问了一句，心里却已经提高的警惕。婆婆笑了笑说道，我现在腿脚不方便，不像以前想儿子了就能立马过来见他，所以就想过来住上几天，养养身体，等腿好我再回去。话这么一说，陈雪还能不明白谁带您来的？她笑脸相迎，一口气却闷在心里。萧海龙这时端着菜盘从厨房出来了，公公也跟着出来，饭菜上桌。萧海龙央着陈雪坐下，陈雪哪吃得下，他呼了口气，手一摆，我不饿，叔叔阿姨你们先吃吧，我回屋了。说完，他便关上了房门。饭桌上，婆婆看向儿子萧海龙，眼泪汪汪的，儿子，妈是不是不该来呀？要不你晚上开车送我们回去吧。小雪都不高兴了。公公瞧着紧闭的房门，重重拍了桌子，走什么走？房子是我儿子的，一个大老爷们还能被女娃给欺负了？你去跟小雪说，今晚爸妈就住这里。声音这么大，还用萧海龙转告什么呀？陈雪开了房门，出来时已经拎着行李箱往外走了。萧海龙一见架势闹大，赶紧追下去，追到小区楼下，他拽住了陈雪，夏雪，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爸妈都在这儿呢。陈雪一把甩开他的手，横眉冷目，萧海龙，你是想干什么？我们之前说的都白说了是吗？我昨晚才跟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今天就把你爸妈带过来，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你尊重我吗？萧海龙低着头，沉声说道，她是我妈，她想来看看儿子，我能不让她来吗？陈雪，我妈腿都摔伤了，你就不能让她，好歹让她晚上在这住一晚，我明天再把她送回去，你看成吗？不行。陈雪瞪着眼说道，萧海龙，你还没搞清楚吗？这是两码事。怎么是两码事？陈雪道，阿姨腿摔伤了，想来看看儿子，我理解他没问题，但是你不该不问我的意见，直接把他带来了，然后一家人逼着我就范，这是一回事，你明天送不送阿姨回去是另一回事。萧海龙，我陈雪可以迁就，但不可以将就，你明白吗？陈雪呼了口气，最后说道，介于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我觉得自己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都冷静一段时间吧。说完，他扯着行李头也不回地走了。萧海龙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眼神闪过一丝挣扎，但终究没有追上去。第二天，陈雪被一阵门铃声吵醒，她昨晚伤心到失眠，天快亮时才睡下，此时睡得正沉，被这么吵醒，心情别提多郁闷了。她愤懑地开了门，父母、未来公婆以及萧海龙堵门般地站在门口，萧海龙手里还提着礼品。陈雪知道，怕是来者不善了。果然，陈雪刚坐下，婆婆开口就是一句抱歉，当着她父母的面将昨天自己要求儿子带她到新房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话语里多是母亲对儿子的想念、不舍、心疼等等，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无形中将我的姿态拔得极高。事情依然是那个事情，但从他口中说出来，倒成了我是无理取闹、不通人情的那个。陈雪父母不明就里，只能就事论事，对峙之下，自然认为陈雪是不对的一方。对不住，是我们应该跟您道歉，是我们把小雪惯坏了。我妈代我诚恳道歉。我爸瞪着我，小雪，赶紧跟你婆婆道歉。公公充当老好人，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现在的女孩都任性的，以后我儿子多让着点就是。”婆婆伸着打了石膏的腿，眼中泛着泪花，一副病态可怜的模样，但我看得出她眼中的得意。陈雪看了一眼萧海龙，认真地问了一句：“萧海龙，你也觉得我该道歉是吗？”萧海龙低着头，踟蹰着不说话。“道什么歉啊？是我这个当婆婆的没用，不小心摔断了腿，给儿子惹了麻烦。”婆婆这一句直接拱出了我心里的火气。“萧海龙，你让我太失望了。”陈雪没有再犹豫。“萧海龙，我们到此为止，我们分手吧。”一句话惊了满屋子的人。萧海龙霍地抬起头，一脸的不可置信。陈雪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做事雷厉风行，决定了分手，便立马着手去做。按照之前说的，他彩礼退了，婚期取消，婚纱照作废，酒店订好的婚宴他也果断支付了违约金。通知过的朋友又重新通知了一遍。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都是一副惊呆的表情。“陈雪，你疯了吗？萧海龙家条件多好啊，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都29了，不是小姑娘了，别任性啊。陈雪，要不你再好好想想。我假期先不取消。”手机信息像炸了一样，却没有一条不是劝他回头的。陈妈因此气得生了一场大病，陈爸一直陪着她待在家，连广场舞都不跳了，不敢去了。一去，大爷大妈就问：“你女儿婚礼什么时候办呢？”他无法回答，也不知该怎么面对。对此，陈雪做了详细的解释，清楚地告诉他们前因后果。父母终究是站在子女这边的，可言语间到底还是透着几分担忧，不时会念叨：“你明年30了，真不好找对象啊。”陈雪耸耸肩，告诉他们不用担心，这个不合适，总能碰到更乖的。陈妈躺在床上，斜了他一眼，说的倒好听：“你这脾气不改，我看以后你跟谁能处得好？”对于萧海龙，陈雪还是有些不舍的，毕竟这么多年来，他是为数不多能走进他心里的人。可惜他2次都没站在他这边。陈雪对男人从不心存侥幸，觉得他是爱我的，忍让一次，他下次就不会犯了。底线这东西降了一次，只会越来越降，最后连本心都会失守。陈雪从来没想过依靠谁，也不必对谁奴颜婢膝。女人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是本事。跟萧海龙的婚礼，对于陈雪而言，就如那些一次次谈妥却黄了的项目。在做完最后的交接工作后，她果断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像电脑清空垃圾一样，将有关萧海龙的一切放进垃圾箱里粉碎。之后，陈雪便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工作上，最终情场失意，职场得意。2个月后，由于的突出表现，他被破格提拔，成了策划总监，工资翻了一番。也是这天，萧海龙和他的妈妈找到了陈雪。陈雪本不想见，但他们自称是自己的老公和婆婆，公司里的人也不敢拦。等陈雪知道他们来了时，人等在他办公室了。就如曾经他们不经过自己的允许，蛮狠地闯进他家一样，陈雪只好见了。萧妈的腿已经好了，但还是坐着轮椅，一副柔弱病娇的样子。“小雪啊，之前是婆婆不对，婆婆跟你道歉。小龙一直放不下你，你再跟小龙好好过行不行？你们2个是最合得来的，而且你也是他这么些年里认真习惯过的女孩。只要你跟小龙好好过，房子你们拿去住，我和他爸就住在老房子里，病死了也不会麻烦你们的。”这话说的，陈雪心里就只想笑。萧海龙跟着说：“小雪，我知道你跟我一样放不下那段感情，我跟你道歉，
好以后不管你怎么任性，我都会让着你，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陈雪眼神定定地看着萧海龙，看了好久。萧海龙的样子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他忽然觉得眼前的男人有些普通，像不明白过去的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他。陈雪最终礼貌地拒绝了。萧妈这时候陡然爆发了：“你这个蠢女人，不识抬举！你以为自己当个大领导就了不起吗？也不看看自己的年纪，都29岁了，还以为是小姑娘是吗？想着男人惯着你，宠着你，把你娶回家当菩萨供。我告诉你，我们家的条件25、6的小姑娘有的是，就你这样的，一辈子都别想嫁出去，没男人肯要。”陈雪静静地听他骂完，然后招呼楼下保安，把这个老太婆扔出去。2名保安抬着萧妈，真就给扔了出去。那年，陈雪事业步步高升，2年时间，她卖掉了先前的按揭房，在高档小区换了一套大房子。自此，她便没有再见到萧海龙他们一家了。她的朋友也从原先靠爹、靠运气，变成了如今有实力、懂谦虚的精英人士。跟这些人相处，陈雪不论是目光还是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回过头来，再想29岁时的那场失败的婚礼，她不由得庆幸当初的决定。如今她31岁，依然未婚，但口碑却大大不同了。以前别人担心她年龄大了嫁不出去，现在别人谈到她，只会感慨这个姑娘太好，太优秀，一般的男人根本配不上她。追求她的男生也很多，大多都是事业成功、心境豁达、有原则、有底线的精英男士。不过，他的目光比以前更挑剔了，不是真正灵魂契合的伴侣，无法给他快乐的人，他不愿将就。他以为需要很久才能找到，结果那1年便遇到了。这年春节，陈雪带新交的男友回乡探亲，亲戚串门时都说她跟男友般配，男友出手也阔绰，而且他聊天段数本就很高，不管什么样的话，什么年纪的人，他都能搭上话，而且聊的人哈哈直笑。陈爸陈妈看着高兴，心头石头也算真正放了下来。摘菜时，陈妈也说起了萧海龙。女儿，不得不说你当年没跟萧家开亲是正确的。怎么了？陈雪下意识地问。陈爸接上说，小龙是个好孩子，不过他那个妈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陈雪胃口被吊了上来，细细一问，她这才知道，2年前她跟萧海龙彻底断了之后，萧妈便火速跟邻村的张家开了亲。张家女儿25岁，人漂亮，还是本科学历，当时人人都羡慕萧家娶了这么个儿媳妇。谁知道没过多久，婆媳俩便闹得不可开交，具体为什么吵不得而知，但最后张家父亲戚都出面了，是硬生生把女儿给夺了回去。有人现场去看了，听说张家女儿被关在地窖了好几天，出来的时候人都饿昏了过去，就是被萧妈给折磨的，说她生不出孩子，是个烂女人。而且萧海龙还不管，任由媳妇被欺负，最后派出所都来了，萧妈还被关了好几个月。此事之后，萧家在邻里的口碑彻底完了，没过多久便举家搬迁了。现在谁也不知道他们搬到了哪。陈雪听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只是越发觉得当初自己的明智。陈爸则不住地庆幸，说当时还好没有强硬的要求我嫁过去，否则吃亏的就是自己女儿了。这时候，陈雪的男友过来了，陈雪菜没摘完，连忙洗了手，便挽着男友的胳膊出去了。2人一路说说笑笑，男的相貌堂堂，自家女儿
也是眉清目秀。陈爸陈妈看在眼里，也是由衷的笑了起来。4年国庆，陈雪与男友在家乡完婚，热闹的气氛从村头蔓延到村尾。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